睡醒还是头昏脑胀，冷气吹整晚，反而越睡越累。问题可能不在床，也不在冷气机，而是你呼吸的空气早就坏透了。长期开冷气，氧气含量暴跌，二氧化碳飙升，家里秒变毒气牢笼。别急，今天花花就来告诉你5种台湾花市随手可买的造氧印钞机，它们能吸光臭气狂造氧，助你夜夜深眠到天明，电费也能节省20%。1. 君子兰。先来讲讲那盆伴随我3年的君子兰，当初还是找公司保洁阿姨要的小苗。记得刚把它拿回家里的时候，叶片瘪兮兮的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我依照阿姨说的，把植株种进透气的陶盆，然后每周都用软布蘸啤酒水给它擦1次叶片，这样既能清理叶片表层的灰尘，又能让叶片上的气孔保持通畅。君子兰的根属于肉质根，瞧上去胖嘟嘟的，宛若一个个大白萝卜，所以为了防止水大烂根，我半个月才敢给这花浇次水，每次都是等到盆土干到发白再浇水，生怕水大涝着它。之后我把它放客厅养着，有一次半夜起身去上厕所，借着月光看到它的叶子挺得直直的，宛若在呼吸一般。我一下子就记起阿姨说的，这花夜里可一直在忙，不仅能制造氧气，还能帮你把空气净化一番。我后来专门去查了查相关资料，才晓得原来它叶片上长满了细细的绒毛，这些绒毛就宛若一张天然的过滤网，家里炒菜的油烟，窗外飘来的灰尘，都能被它悄悄收进去。最妙的是夜里别的植物都睡觉了，它还能开着气孔释放氧气，帮助你睡眠。关于养护其实也不难，但有一点一定要格外注意，千万别模仿我早年的错误，将水浇入叶心里，结果造成叶片全都烂掉了。如今我都是顺着花盆边缘慢慢的浇，开春期间给点稀释后的有机肥。去年冬天它也抽出了2根花剑，一簇簇橙红的花一同绽放，好不热闹。如果你对我说的有认同感的话，记得给花花点赞关注哦。2. 蟹爪兰。我家里那盆蟹爪兰是前年生日闺蜜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当时她抱着一盆顶满花苞的蟹爪兰，兴冲冲地对我说，给你这懒蛋寻了个让人省心的家伙，半个月浇次水就好了，而且特别能开花。这花就像一个懂事的老友，去年刚到秋末就开始陆陆续续往外冒花苞，到了过年期间，花朵成群结队，已经开得热热闹闹，红的粉的层层堆叠，宛若给屋里挂了串小灯笼那般。有回我前往外地出差1周，离开前特意把水浇透，然后用塑料袋给花盆套上，回来看到花苞依旧没掉，还额外长了几片嫩叶。蟹爪兰属于仙人掌科，与仙人掌一样拥有逆呼吸能力，白天封闭气孔以保存水分，夜里才打开气孔以释放氧气。如今每回替它修剪残败花朵，我都会多留个心眼，从叶片的节点处剪，不出半个月，新的茎叶就开始生长，就如同跟它事先约定好了，岁岁冬天都要做屋里的小热闹。3. 芦荟。芦荟算得上咱们家里的多面手，5年前在菜市场花5块钱买了1棵小苗，如今已经分成了3盆，分别摆在了客厅、卧室与厨房。最难忘的还是要数去年夏天，孩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大叫，我顺手掰下一片芦荟叶，挤出里面清亮的汁液，敷到蚊虫叮咬的包上，没一会儿包上的肿就消了，这让我对它刮目相看。这盆芦荟如今成了全家专属的急救箱，而且它在夜间能释放出大量的氧气。有一次我把它挪进了卧室，在它夜晚释放氧气的帮助下，一连几天都觉得睡眠沉了许多，第2天醒来神清气爽，精气神十足。想要把芦荟养好，其实不需要啥巧办法，只要记住一条，浇水千万别太频繁就行。我一开始每周都要给它浇1次水，生怕它旱着，结果1个月不到，根就都烂掉了。我吸取了教训，如今都是等花盆中的泥土彻底干了，才顺着盆的边沿少浇一点。去年还试着给它弄了1次换盆，掺和了少量粗沙与腐叶土，一旦土壤疏松透气了，它长起来就非常快。如今这叶片长得比我的手掌都要大，每次为它做分株这件事，都觉得如同给家里添新成员一般。4. 玉树。玉树是从同事家老株上面捡取的枝条，记得同事跟我说，这盆玉树跟随他都有20多个年头了，当年最早种它的时候用的还是个破搪瓷缸子。
回家后，我把枝条抹了点多菌灵，简单晾晒后插于沙土里，结果2个月不到就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白色须根了，而现在已经生长成半人高的小灌木了。我把它摆到客厅的墙角那里，只见它每片叶片都长得鼓鼓囊囊的，远远看去就好像满枝攒了一堆绿翡翠，喜庆得很。有一次我出远门2个月都没给它浇水，结果回来后叶片都变得皱巴巴的了，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，我以为它要死了，结果在我给它浇透水之后，不出3天就又恢复了元气。夜里我把它摆放在卧室门口，能明显察觉到空气变得更清新了，之后才弄明白它跟仙人掌科植物类似，夜里可以依靠景天酸代谢释放出大量氧气，从而能达到净化空气的作用。现今我每半年都会给它松松土，撒点稀释的复合肥液，瞅着它枝干1年比1年粗，心里甭提多有成就感了。5. 长寿花。最后说一说窗台上那盆开得正繁茂的长寿花，它是去年秋天我从街边花摊淘来的。当时看着这棵萎靡不振的小苗，还在犹豫要不要买，只听摊主说道：“姑娘，这盆10块钱就给你拿走，它只是缺水了，但根系完全没问题，只要养好了能开半年的花。”没想到老板真的没哄骗我，自冬天起一直到现在，花就没停过。老花凋谢之后，新花就紧跟着续上，一茬又一茬开个不停，橙色的花瓣层层密密堆叠，就宛若一个个不知劳累的小舞者。有次通宵熬夜写方案，瞅电脑瞅得眼睛直发花，一抬头刚好瞧长寿花正在台灯光晕里舒展叶片，顷刻间觉得心里就平静了下来。它还有个隐藏技能，夜里释放氧气，同时吸收废气。我把它放在客厅里，最近明显觉得晚上睡眠质量提高了，早上起床也没那么口干舌燥了。长寿花养起来也很简单，要想让它一直爆花，只要牢记一点，开完花后及时剪残花。平时浇水尽量别浇到叶片上，多晒晒太阳，它就能一茬接一茬开花。每次花谢结束后，我都把花茎修剪到第2对叶子处，这样半个月不到，新花苞就会重新冒头。家里有老人的，送盆长寿花最合适，不仅寓意好，还能帮着改善睡眠。去年我给外婆送了一盆开粉色花的长寿花，她天天夸这花会喘气，夜里睡得香。如今我家那小窗台成了全家的氧气站点，君子兰守在飘窗的边上，蟹爪兰挨近电视柜，芦荟在卧室门口站岗，玉树跟长寿花在客厅彼此作伴，夜里不论走到哪里，都能让淡淡的草木香跟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家庭养花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